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张楠，你不会连这顿饭都付不起吧？刘雅捂着嘴笑着说，眼神里透露着不屑。她涂着鲜红色指甲油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那枚硕大的钻戒在水晶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，刺得我眼睛微微发疼。我抿了一口茶，感受着茶叶的微苦与回甘，嘴角微微上扬。雅姐，自古以来人不可貌相，水不可斗量，人生充满变数，今天的场面会很有意思，咱们走着瞧吧。他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上闪闪发光的钻戒，轻蔑地说，是吗？那我很期待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张楠，今年32岁，高中时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，不算出众，但也不算差，只是那种容易被人忘记的普通人。成绩中上，性格内向，喜欢埋头钻研技术问题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。这样的性格在高中时代并不容易受到关注，特别是在女生中间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处理公司的一份重要文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高中同学建的微信群，有人在组织同学聚会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这种场合我一向不太喜欢。15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太多东西，昔日的同窗早已各奔东西，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？我本想直接拒绝，随便找个借口推掉就行了。公司最近项目多，加班是常态，这个理由足够充分。但当我准备回复时，我的目光被群里一个名字吸引住了。刘雅，刘雅，我的高中初恋女友，也是我第一次尝到心碎滋味的人。她当时是班里的校花，活泼开朗，笑起来有2个甜甜的小酒窝，是多少男生心中的女神。而我，一个沉默寡言的男生，竟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获得了她的青睐。那是在一次数学竞赛后，我拿了全校第1，她主动来祝贺我，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之后慢慢发展成了恋人关系。那段时光是我高中最美好的记忆，尽管后来证明那只是场青涩而短暂的梦。大学时，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城市，不同的学校。刘雅去了南方一所知名大学学习金融，而我则在北方的工科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。异地恋的艰难让我们的关系逐渐变得疏远，最终在大2那年，他无情地甩了我。分手的理由很简单，你没出息，我看不到未来。那天，他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衣服，留着一头染成棕色的披肩发，隔着视频对我说，张楠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你只会读书，没什么情趣，也没有远见，我觉得我值得更好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挂断了电话，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过我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陷入了抑郁，但痛苦终究会过去，时间是最好的良药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，发誓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没出息的人。大学毕业时，我以系第1的成绩被国内顶尖科技公司天启科技录用，从此踏上了职场之路。10年过去了，我对刘雅早已没有任何感情，但那段记忆像一个疤痕，始终留在心里。看到他在群里活跃的发言，依然是那么自信满满，甚至有些咄咄逼人。我突然想去见见他，看看时间到底改变了什么。先生，您确定要参加吗？档期很满的。我的助理小王在电话那头问道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疑惑。在他的印象中，我从来不参加这种社交活动。确定。
把15号下午的会议调整一下，我要参加高中同学会。我坚定地说，心中已经有了决定。好的，不过总部那边的视频会议让李总监代替我参加，相关文件我会提前准备好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态度果断，挂断电话。我看着手机里刘雅在群里提议的聚会地点帝景大酒店，不禁苦笑。这个地方我再熟悉不过了，我曾经在那里签下过数千万的合同，也曾在那里遇到过许多行业大咖。看来刘雅是想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成功啊。聚会前2天，我让助理帮我查了一下刘雅的情况，不出所料，她嫁给了一个叫徐浩的商人，是本地一个中等规模科技公司的老板。这家公司名为徐氏集团，主要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应用，创立5年，发展还算不错，但最近似乎遇到了一些资金上的问题。更巧的是，徐氏集团正是我们天启科技正在考虑收购的目标之一。这个信息让我心中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。世界真小，没想到10年后的相遇竟有如此戏剧性的背景。聚会前1天晚上，我特意选了一套普通的深色休闲西装，没有任何名牌标志，看起来干净利落，但不张扬。我不想刻意炫耀什么，但我也不想让人小看了。我知道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人们常常以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就，而我恰恰不太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。张总，明天就是收购案讨论的关键时刻，您真的要去参加同学会吗？我的特助赵岩有些担忧地问道。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笑了笑，正好可以会会徐总的夫人，说不定能从侧面了解一些情况。您是说徐浩的妻子会去？赵岩惊讶地问。是啊，她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也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。我没有告诉他刘雅还是我的前女友，有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那可真是巧了。赵岩若有所思地说。是啊，世界就是这么小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准备好明天的材料，我要随时了解收购进展。聚会当天，我提前半小时到达了帝景大酒店，这是城市最高端的酒店之一。大堂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在头顶闪闪发光，地面铺着光可见人的大理石。我向接待员出示了包厢号，径直上了楼。电梯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心态。10年不见，不知道刘雅会有怎样的反应。说实话，我心里还是有一丝紧张的，毕竟她曾经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。尽管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包厢门口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敲了敲门。门开了，是班长高明。张楠，真的是你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高明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，眼中充满惊喜。高明变了不少，头发稀疏了，腰围也粗了一圈，但那种真诚的笑容还是和从前一样。怎么会不来呢？好不容易有机会见见大家，我笑着握住他的手，感受到了那份真挚的热情。包厢里已经有几个同学了，学习委员王芳，当年的数学课代表李志，还有几个与我不太熟悉的同学。芳看到我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随即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张楠，真的是你，好久不见。他上前给了我一个拥抱。张楠，听说你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，做得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，就是普通上班族，日子还过得去。我笑着应付过去。我不想过早透露太多，想看看这场戏会如何发展。真相总是在不经意间揭晓，那样才更有意思。李志也走了过来，
与我握手。张楠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一直在北方工作。是啊，一直在那边，很少回来。我点点头。你呢？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我在市一中教数学，就是咱们的母校。李志笑着说，工作稳定，虽然没有你们在外面闯荡的那么风光，但也还不错。渐渐的，其他同学也陆续到场，大家互相问候，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。包厢里的声音越来越嘈杂，笑声不断。我找了个角落坐下，静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。10年时光，在每个人脸上都留下了痕迹。有人变胖了，有人变瘦了，有人眉宇间多了几分成熟，有人脸上增添了几分世故。突然，包厢门开了，一阵香水味飘了进来。刘雅来了。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。我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，目光投向门口。只见包厢门口，刘雅一身香奈儿套装，手提爱马仕包，脚踩10厘米的高跟鞋，踩着优雅的步伐走了进来。她比10年前更加光彩照人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成功女性的气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。刘雅甜甜地笑着，声音依然如记忆中那般悦耳。她的眼神扫视了一圈，注意力停留在每一个人身上，似乎在评估着每个人这10年来的成就。最终，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他的笑容微微一滞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恢复了自信的微笑。他没想到我会来，这在他的意料之外。张楠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着我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。我站起身，与他目光相对，近距离看他，我发现他眼角已经有了细微的皱纹。尽管被精致的妆容掩盖得很好，但岁月还是在她完美的面容上留下了痕迹。是啊，很久不见了，雅姐。我微笑着回应，故意用了她喜欢的称呼。这个称呼让她略微皱了皱眉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微笑。刘雅似乎对我的态度有些意外，随即笑着说：“没变啊，还是老样子。”他指了指我的衣着，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还行吧，普普通通。我依然保持着微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刘雅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，她高傲地扬起下巴。那就好，大家都坐。今天我订了最好的包厢，咱们敞开了吃。她故意选择了我对面的位置坐下，这样她就可以直接观察我的反应。服务员开始上菜。各种山珍海味接二连三地端上桌。刘雅每当加一道菜，都会刻意说一句：“这个可贵了，平时我在家都不舍得吃，今天大家尝尝。”或者这道菜需要提前1周预定，一般人还真吃不到。席间，同学们纷纷谈起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有人当了老师，有人开了公司，有人在外企工作，气氛渐渐热络起来。刘雅，听说你嫁给了徐浩，就是那个徐氏集团的老板。一个女同学好奇地问道。刘雅的脸上立刻绽放出得意的笑容。是啊，我们5年前结婚的，老徐的公司做得不错，去年营业额过亿呢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个女同学惊叹道。你现在一定过得很好吧？刘雅轻轻摆弄左手上的钻戒。还可以吧，就是普通的小康生活，不过比起一些人，已经算不错了。说这话时，他的目光明显地瞟向了我。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的暗示，继续安静地喝茶，品尝着面前的美食。当话题转到我身上时，我只是简单地说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做技术，日子还过得去。
刘雅听后，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。哎呀，张楠，你还是这么低调，说说吧，月薪多少啊？能在北城买房吗？我知道他是故意的，但我只是笑着摇摇头，普通收入吧，够生活就行。看来还是不如意啊。刘雅的语气中充满了优越感。也是，读书好不等于能赚钱啊。她故意提高了声音，接着说，我老公徐浩的公司去年营业额过亿，我们刚在城西买了别墅，3层的，带花园和泳池，400多平米呢。他的眼睛盯着我，似乎在期待我流露出羡慕或嫉妒的表情。他的话引起了一阵惊叹，许多同学都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，而我则只是默默地喝着茶，神情平静，仿佛他说的根本不关我的事。刘雅见我没有特别的反应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失望，但她很快调整过来，继续她的表演。对了，我前段时间刚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，白色的，特别适合我。之前开过宝马，但感觉有点普通了，就换了这辆。哇，保时捷啊，那得多少钱？一个男同学问道。也不贵，就70、80万吧。刘雅漫不经心地说，仿佛这点钱对他来说不值一提。我依然保持着沉默，但内心已经开始厌倦这场炫耀。刘雅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淡漠，她决定更直接地挑衅我。对了，张楠，你们公司在哪个区啊？你还是单身吧？我认识不少优秀的女孩，可以给你介绍一个。当然，你现在的条件可能配不上太优秀的，但总比一个人好。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讽刺，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桌上有些同学都露出了尴尬的表情。高明皱了皱眉，正想说什么，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谢谢雅姐关心，我现在挺好的。我依然保持着微笑，语气平淡。张楠，我听说你在北方那边还没买房。刘雅继续问道，似乎决心要找到我的弱点。租房住。我简短的回答。哎呀，都这个年龄了，还租房啊？刘雅夸张的感叹道。现在房价这么高，越拖越买不起了。我们在城西的别墅，当初买的时候才1500一平，现在都翻倍了。我轻轻点头，确实，房价涨得很快。刘雅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她显然对我的淡定感到不满。她期待看到的是我的羡慕和自卑，而不是这种平静的态度。张楠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公最近在和一家大型科技公司谈合作，如果成功了，他的公司市值可能要翻倍呢。刘雅得意地炫耀着，手指轻轻转动着他那枚巨大的钻戒。对了，你要是找工作不顺利，可以让我老公帮你看看，他公司技术部可能缺人。当然，薪资可能没那么高，但胜在稳定嘛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施舍的意味，让我想起了当年他分手时对我说的那些伤人的话。我依然保持着沉默，但内心的怒火已经开始燃烧，不是因为他的炫耀，而是因为他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仿佛我这10年来一事无成，需要他的怜悯和帮助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看了一眼，是公司高层群的消息。我轻轻地放下筷子，站起来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我走到包厢外，接通了视频会议，屏幕上几位公司高管正在热烈讨论一个重要项目。张总，关于收购徐氏集团的事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评估。财务总监说道，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太乐观，负债率高达70%，但技术团队很优秀，值得我们投资。具体什么情况？我皱眉问道。徐氏集团最近几个大项目投入过大，
回报不如预期，导致现金流紧张。他们有几笔大额贷款即将到期，如果不能按时偿还，可能会面临破产风险。财务总监解释道。徐浩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有些惊讶，他一直给我的印象是公司发展良好，这很正常。张总，没有人愿意在谈判中暴露自己的弱点。不过我们的团队经过详细调查，发现了真实情况。我沉思了一会儿，好，那就按照计划进行。协议发我看看，没问题的话，明天签。另外，告诉徐浩，收购后他必须留任至少2年，协助我们整合资源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站在走廊上，感到有些讽刺。刘雅正在包厢里炫耀着她光鲜亮丽的生活，殊不知她丈夫的公司已经岌岌可危。但我不打算揭穿她，至少现在不是时候。回到包厢时，刘雅正在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她前不久去马尔代夫的奢华之旅。看到我回来，她故意提高了声音：“张楠，你有没有出国旅游啊？我跟你说，国外的海岛比国内好太多了，当然，价格也不便宜，可能不是普通工薪阶层能消费得起的。”我没有回应她的挑衅，只是坐回位子继续吃饭。刘雅见我没有反应，更加来劲了。对了，张楠，你现在住在哪里啊？租房子还是买了？北城的房价这么高，一般人可买不起啊。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讽。雅姐，你这是嫉妒人家张楠潜心技术研发，不愿意炫耀吧？班长高明突然开口。他一直是个正直的人，看不惯刘雅的做派。刘雅却不以为然。我怎么会嫉妒呢？我只是关心老同学而已。张楠，你别见怪啊，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。谢谢关心，生活还过得去。我依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。就在这时，高明的电话响了。他接完电话后，一脸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张楠，太感谢你了！我刚接到天启科技的面试通知，说是你推荐的。”此话一出，包厢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包括刘雅。她的表情由轻蔑变成了疑惑。天启科技，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之一，市值超过1000亿，是无数技术人员梦寐以求的去处。我能推荐人去那里面试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小事一桩，你技术好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我淡然地回答。张楠，你认识天启科技的人？刘雅的声音突然变得不那么自信了。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是笑了笑。高明技术很好，他去天启肯定能发挥所长。刘雅的脸色变了，但她很快调整过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不过天启科技虽然大，但跟我老公的公司比起来，在某些领域还是有差距的。我老公的公司正在与一家更大的科技公司谈合作呢，如果成功了，市值可能直接翻倍，是吗？我心里暗笑，那祝徐总好运。刘雅似乎把我的回应理解为了认输，她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那是当然。对了，张楠，我们家那只小狗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一愣，没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。什么小狗？就是我们谈恋爱那会儿，我经常说想养的那种博美，白色的，毛茸茸的那种。刘雅笑着说，你当时说等你有钱了一定给我买，后来我老公给我买了，名字叫豆豆，可爱极了。这个回忆让我心头一紧，当年我确实答应过他，等我有能力了要给他买一只小狗。那时候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，没想到他会在这种场合提起。
明显是想让我难堪。那很好啊，祝福你。我平静地说，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情绪。刘雅见我没有特别的反应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。她还想说什么，但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我再次起身，走出包厢。这次是徐浩亲自打来的，看来财务总监已经和他沟通过了收购的事情。张总，关于收购的事，我想再谈谈条件。徐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。徐总，条件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，我认为这是对双方都公平的方案。我冷静地回应。可是留任2年这个条件，这是必须的。徐总，我们需要你来协助整合资源，确保过渡顺利。我打断了他的话。另外，关于你之前提出的合作方案，董事会已经否决了，我们决定直接收购你们公司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徐浩似乎在权衡利弊。好吧，张总，那我们明天签约。是的，明天签约。合同我已经让法务准备好了，会发给你的团队审阅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深吸一口气。这次收购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，而对徐氏集团来说，则是一根救命稻草。只是不知道刘雅是否了解她丈夫公司的真实情况。从她今天的表现来看，她似乎还蒙在鼓里，依然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富足生活里。回到包厢时，刘雅还在滔滔不绝地炫耀她的奢华生活。看到我回来，她略微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表演。张楠，你刚才接了好几个电话，很忙啊。她似乎想找出我的弱点。工作上的事，我简短地回答。哦，什么工作这么忙啊？该不会是哪个小公司的打工仔吧？刘雅笑着说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轻蔑。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雅姐，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成功？这个问题似乎让刘雅有些措手不及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骄傲地说，当然是拥有更多的财富，更好的生活品质，让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啊。像我们家，别墅、豪车、奢侈品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这难道不是成功吗？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炫耀，眼神中闪烁着优越感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升起一丝怜悯。10年过去了，他依然停留在那个肤浅的世界里，用物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平静地说，真正的成功是内心的宁静与满足，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并获得认可，是能够不卑不亢地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。哎呀，张楠，你还是那么爱说大道理。刘雅不屑地摆摆手，没有物质基础，谈什么内心宁静，这些都是穷人的自我安慰罢了。他的话引起了一些同学的不满，但他们都没有说什么，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问道，那你老公的公司名字叫什么？徐氏集团啊，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。刘雅骄傲地说，马上就要和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合作了，到时候市值翻倍都不止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我看了一眼，是徐浩的电话。在刘雅惊讶的目光中，我接通了电话。喂，徐总，有什么事吗？张总，我刚看了合同，有几个条款还需要调整一下。徐浩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传来，听起来有些疲惫。什么条款？我皱眉问道。关于我留任期限的问题，2年太长了，我希望能缩短到1年。徐浩说道。另外，股份比例我希望能保留20%，而不是原定的15%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徐总，留任期限是不能变的，这是确保过渡顺利的必要条件。
至于股份比例，我们可以再讨论，但不会有太大变动。张总，你要理解我的难处。徐浩的声音充满了恳求。徐总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你公司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，债务问题如果不能解决，后果你比我更清楚。我的语气变得严肃。这次收购对你们来说是最好的出路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徐浩长叹一口气。那就按你说的办吧，明天签约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挂断电话，发现包厢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尤其是刘雅，她的脸色变得煞白。你刚才是在和谁通话？刘雅结结巴巴地问道，声音中带着明显的不安。徐浩啊，你老公。我微微一笑，我们明天有个合作要谈。什么合作？刘雅的声音微微颤抖。哦，合作可能说的不太准确。我喝了口茶，慢条斯理地说，准确地说，是我们公司要收购徐氏集团。这话一出，包厢里发出一阵惊呼。刘雅的脸色由白转红，再由红变青，表情精彩极了。你的公司是？他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天启科技啊，我是技术总监，兼任董事。我平静地说，仿佛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听到这个回答，刘雅的身体明显晃了一下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嘴巴张成了 O 型，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。不可能！她声音尖锐地叫道，你怎么可能是天启的高管？你不是只会读书吗？你不是没什么情趣吗？你不是没远见吗？他的话让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凝固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这些显然是当年他分手时对我说的话，如今被他自己重复出来，听起来格外讽刺。人是会变的，雅姐，我语气平和地说，10年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东西。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天启，从基层做起，一步步晋升到现在的位置。这期间的艰辛，可能不是外人能够理解的。刘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紧紧攥着手里的钻石手镯，指关节都泛白了。可是徐浩从来没告诉过我关于你，他知道我们的过去，所以可能有意回避这个话题吧。我耸耸肩，商业上的事他不会都告诉你的。这句话像一把利刃，刺中了刘雅最敏感的神经。她之前还在炫耀自己多么了解丈夫的事业，现在却发现自己根本被蒙在鼓里。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刘雅摇着头，语气中带着绝望。徐浩的公司明明很好，怎么可能被收购？而且还是被你。刘雅，商场如战场，胜负乃兵家常事。我语气平静。徐氏集团最近几个大项目投入过大，回报不如预期，导致现金流紧张。他们有几笔大额贷款即将到期，如果不能按时偿还，可能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。这些情况，徐总都没有告诉你吗？刘雅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她显然对这些一无所知。她的手开始发抖，精心打理的妆容也因为冷汗而变得有些斑驳。她那完美的形象在这一刻轰然崩塌。你胡说！徐浩的公司明明很好，我们才买了别墅、豪车。刘雅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似乎连她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了。我没有继续揭穿她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生活不总是你想象的那样，雅姐，有时候看似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隐藏着的可能是深深的忧虑和压力。刘雅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，但她强忍着没有让它们落下来。她不想在众人面前失态，尽管她的形象已经崩塌，气氛变得异常尴尬。
同学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走了进来，礼貌地问道：请问是哪位结账？刘雅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急忙站起来说：我来，我请客。她似乎想通过这个举动挽回一些面子。服务员递上了账单，刘雅看了一眼，脸色突变，5万8600元。她的声音几乎是尖叫出来的。是的，女士，您选的都是本店最高档的菜品和酒水，这是详细的账单，您可以核对一下。服务员恭敬地说。我瞥了一眼账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各种菜品和酒水的价格，特别是那几瓶刘雅点的高档红酒，单价就达到了1万多元一瓶。刘雅的手开始颤抖，她慌乱地翻开手包，掏出一张金卡递给服务员。刷卡。她的声音充满了不安。服务员接过卡片，刷了一下后摇摇头：对不起，女士，您的卡额度不足。这下刘雅的脸色彻底变了，苍白如纸，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嘴唇微微颤抖着，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不可能，我的卡额度有20万，她结结巴巴地说，声音中充满了惊慌。女士，您的卡显示余额不足，无法完成支付。服务员礼貌但坚定地说。刘雅手忙脚乱地又掏出了另一张卡，用这张试试。服务员再次刷卡，结果依然不行，额度不足。服务员面无表情地说。包厢里的气氛更加尴尬了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不敢出声。刘雅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，她的手指紧紧捏着手包，关节泛白。要不我们捏吧？终于有同学小声说道，打破了沉默。但这句话对刘雅来说无异于最后一根稻草。她之前一直在炫耀自己的富有，现在却连一顿饭都付不起，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和羞辱。她咬着嘴唇，眼中含着泪水，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。之前的高傲和自信荡然无存。就在这时，我站了起来。服务员，刷我的卡吧，我平静地说，拿出一张黑卡递了过去。服务员接过卡，刷了一下，态度立刻变得更加恭敬。张先生，您的 VIP 折扣已经自动计算，实付43000元。我签了单，然后对大家说，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，这顿饭我请了。这一刻，包厢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，特别是刘雅，她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眼泪终于从眼眶中滑落，划过她精心画好的妆容，留下了一道道黑色的痕迹。张楠，她艰难地开口，声音微不可闻。我走到她面前，轻声说，雅姐，真正的成功不是让别人羡慕你的物质生活，而是做一个内心强大，不需要通过贬低他人来证明自己的人。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。说完，我准备转身离开，但刘雅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臂。等等，张楠，我真的不知道徐浩的公司。他的声音哽咽着，眼泪不断落下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雅姐，回去和徐总好好谈谈吧，他需要你的支持。明天收购会正式签约，他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。刘雅的眼泪流得更凶了，她的肩膀微微颤抖着。我当初真的错了，没有如果。雅姐，我打断了她的话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重要的是如何面对现在和未来。刘雅低下了头，眼泪滴在地上，她的骄傲和优越感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。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
他小声问道，声音中带着乞求。我微微一笑，当然可以，我们始终是同学。临走前，高明追了出来，张楠，等等。我回过头，看到高明和几个同学站在那里。张楠，今天真是太震撼了。高明激动地说，谢谢你给我推荐工作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不用谢，高明，你的能力我很清楚，天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我真诚地说。张楠，对不起。一个女同学突然开口，我们之前都觉得你可能过得不如意，所以没怎么和你说话，没想到。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我笑着说，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，不是吗？同学们都尴尬地笑了笑，气氛轻松了一些。张楠，刘雅她，理智欲言又止。我理解，不用多说。我点点头，希望他能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。其实他也不容易，一直活在自己构建的幻象中，总有一天要面对现实的。你真的很大度，理智感叹道。换作是我，可能做不到像你这样平静。时间会治愈一切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好了，我得走了，明天还有重要的会议。很高兴见到大家，希望下次聚会能够更加轻松愉快。离开酒店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这场复仇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痛快，反而让我感到有些空虚。10年前刘雅的伤害，我早已放下。今天的反击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咄咄逼人，而非旧恨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接到了赵岩的电话。张总，徐总刚才打来电话，说他希望明天签约前能和您单独见一面，有些事情想当面说。可以告诉他明天上午9点，老地方见。我简短的回答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刚才的场景。刘雅那绝望的眼神，那崩溃的表情，都让我内心有些不忍。尽管他曾经伤害过我，但我并不想看到他如此痛苦。刚回到家，门铃响了，透过猫眼一看，竟然是刘雅。她的妆已经花了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看起来憔悴不堪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开了门。雅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我让李智告诉我的。刘雅低着头，声音微弱。我能进来吗？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我侧身让他进来，然后倒了杯水递给他。喝点水吧，冷静一下。刘雅接过水杯，双手却颤抖得厉害，水差点洒出来。她小心翼翼地啜了一口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张楠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关于10年前的事，关于今天的事。雅姐，你不需要道歉。我坐在他对面，语气平和。你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错，我确实不是一个有前途的男友。不，我错了。刘雅摇着头，泪水再次涌出。我太肤浅了，只看重表面的东西。如果当初我能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信任，没有如果。雅姐，我轻声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人生路径。也许正是因为你的离开，我才更加努力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刘雅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悔恨。但我今天那样对你，那么傲慢，那么刻薄，你却还是帮我付了账单，没有在大家面前揭穿我，因为那没有必要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不是来寻求复仇的，我只是想见见老同学，回忆一下过去。可是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刘雅痛苦地说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成功，结果却发现一切都是假象。徐浩的公司其实已经危在旦夕，我们的别墅是贷款买的，车子是分期付款，连我的包和首饰都是刷信用卡买的，负债累累。
他的话让我有些惊讶，看来徐浩隐瞒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回去和徐总好好谈谈吧，我建议道。坦诚地面对问题，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收购之后，如果他好好配合，还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。刘雅擦了擦眼泪，你真的不恨我吗？我摇摇头，恨是一种负担。雅姐，我早就放下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徐浩。刘雅犹豫着说，他一直瞒着我这么多事情，也许他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我宽慰道，男人都有自己的尊严，不愿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脆弱，给他一些时间和空间，他会调整过来的。刘雅点点头，眼中的泪水渐渐停止了。她环顾了一下我的公寓，这是一个普通的3居室，装修简洁大方，没有太多奢华的元素。你住在这里？她有些惊讶，我以为你会住在更豪华的地方。我笑了笑，我喜欢简单一点的生活，房子只是用来住的，没必要太过奢华。我更愿意把钱花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公益项目、教育基金等。刘雅沉默了，她似乎在重新审视着自己的价值观。我该走了。她最终站起身，谢谢你，张楠。今天的事情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启示，我会好好反思自己的。加油，雅姐。我送她到门口，希望下次见面你能找到真正的平静和幸福。刘雅离开后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夜空中的星星。生活就像这漫天星辰，有明有暗，有聚有散。重要的不是计较得失，而是珍惜当下，活在当下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如约在咖啡厅见到了徐浩。他看起来疲惫不堪，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，显然一夜没睡好。张总，谢谢你抽时间见我。徐浩勉强露出一丝笑容，但掩饰不住内心的忧虑。徐总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我直奔主题。徐浩深吸一口气，昨晚刘雅回家后告诉我，你和他是高中同学，而且曾经……是的，我们曾经交往过。我平静地说，不过那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商业合作。徐浩苦笑一声，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关系，刘雅的社交媒体上有你们的旧照片，我偶然看到过，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认识你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他曾经离开的那个没出息的男友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他无法企及的人物。徐浩喝了口咖啡，我了解刘雅，她的虚荣心很强，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。我沉默了片刻，那昨晚他知道真相后，一定很难接受。是啊，他痛哭了一场。徐浩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，不仅因为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还因为发现了我们实际的经济状况。徐总，隐瞒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直言不讳，刘雅需要的是真相，无论他多么残酷。徐浩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一直以来都在满足他的虚荣心，让他过着看似光鲜的生活，却从不让他知道背后的艰辛和风险。这是我的错，现在说这些都不晚。我鼓励道，收购之后，你还会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，如果你能好好工作，几年后独立创业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徐浩的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张总，关于收购的事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我希望能尽量低调处理，不要对外宣称是收购，而是战略合作或投资。徐浩诚恳地说，这样对我个人的名誉影响会小一些，也能让刘雅好受一些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可以，这对我们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，不过关键条款不能变。
你需要留任至少2年，协助我们整合资源。当然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徐浩松了一口气，谢谢你，张总。不仅是为了这件事，还有昨天没有在同学面前揭穿刘雅，那没必要。我摇摇头，过去的恩怨已经过去了，我不会拿这种事情去伤害别人。徐浩站起身，郑重地向我伸出手，张总，很荣幸能和你合作，我相信在你的带领下，公司一定会有新的发展。我与他握手，然后提醒道，对了，下午签约时让刘雅也来吧，她应该了解你的工作，分担你的压力，而不是只看到表面的光鲜。徐浩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我会带她来的。下午的签约仪式很顺利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刘雅穿着一身简单的职业装，妆容淡雅，完全没有昨天的张扬和浮夸。她站在徐浩身边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，偶尔低声和他交流几句，看起来默契十足。签约结束后，刘雅主动走到我面前，张楠，谢谢你给徐浩这个机会，我保证他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相信他的能力，我真诚地说，合作一定会很愉快。还有，刘雅有些犹豫，但最终还是说出了口，关于昨天的事，我再次向你道歉，我的行为太幼稚，太虚荣了，已经过去了。雅姐，我微笑着说，重要的是往前看。刘雅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张楠，你真的变了很多，不再是那个内向害羞的男孩了，人总是会成长的。雅姐，我轻声说，你也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